花香洒落在每一个街角，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。我的心砰砰的小鹿乱跳，我听见爱情的讯号，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，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。因为你每一天都不单调，永远忘不掉。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最后，告诉你有你就足够。我会在你的身边，等待着你的发现，穿过这重重无意的人世间，说不出再见。我会在你的身边，无论是什么季节，无论是黑夜白天，你的可爱都会多一点。洪星星，我的闺女，24岁，前特种兵。要说她跟一般女孩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比别人体力好那么一点，每天早上100个俯卧撑，比别人呢自律了一点，比普通女孩爱锻炼那么一点，比正常人稍微热心那么一点。啊，对了，时不时啊，还喜欢见义勇为那么一点。现在我的闺女是少儿武术老师，收入不错，现在还没谈对象呢。如果你们谁家的儿子还没结婚的话，把他叫过来，一起晨练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们家的女儿长什么样子呀？漂亮。哦，跟别的女孩子比起来啊，有一种特殊的气质。什么霸气？真的假的？今天10公里我跑进35分钟了，比不比？哎呦，这就是他女儿。当老爸的还能输给你？是啊。来，走。走。魏总，这是您要做的企划案，请您过目。我圈出的地方全部出来，10分钟后给我。10分钟，魏总，这时间太短了，改不完。我改只需要3分钟。啊，不是，魏总。糟了，还有30秒，魏总就要进公司了。彩彩，季度报告做好了吗？这儿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子江，哎，魏总让我签的文件给我。准备好了。芳芳，咖啡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他拿过去。说为美式，不加糖，不加奶。说为美式，不加糖，不加奶。还有5秒，大家抓紧准备。魏总早，魏总好。魏总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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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总，魏总早。每天早上看到我们老板都好紧张，因为我们老板是一个伟大的人。魏总早。各位，早。魏兰，人称魏总，润氏集团新任董事长，身高1.84米，体重75公斤，狮子座 B 型血，模特的身材，明星男团的脸庞。海归高学历，生物制药和管理双学位硕士，刚通过前董事长，也就是他爸，为期1个月的魔鬼考验，在除副总高松外的董事会成员投票表决下，从代理董事长转任董事长职。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批准，就向客户透露了 QW1 项目的消息？我以为 QW1 项目只剩下不到1年就要进入临床试验，可以降低保密级别了。前几天市场部经理犯了大错，魏总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以为？那干脆你来做老板算了。”
当天王经理就被开除了。哇，太帅了！改得不错。魏总，早餐你想吃小笼包还是三明治？如果光喝咖啡的话，会生病进医院的。不用了，我要去实验室找周依林。再说了，我怎么会进医院？魏总，您没事吧？哎，护士您好，刚刚有个叫魏兰的病人住进来，他在哪个病房？魏兰啊，他在那边东区3楼理疗室。东区3楼理疗室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没关系。你还活着呢？我只是扭到了脚。你吓死我！你是哪位？哦，周逸林，他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兼润氏集团研发部项目总监，刚任命的啊。哎，不是说实验室见吗？怎么进医院来了？你继续。魏先生，首先你这次伤得不严重，不影响正常活动。但是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我有必要了解一下你平时的作息怎么样？你有按时吃饭吗？休息怎么样？作息很健康啊。每天3点睡，7点起。饭算是按时吃，外卖吃点清淡的。咖啡一天只喝5杯，绝不多喝，我有节制的。5杯啊？你这个叫健康啊？你这样要找人照顾你，不然会出问题的，你晓得吧？小弟，我就是来接回他的。周逸林，你少在这占我便宜啊！哎，怎么可能？我不是那种人。对，我刚下飞机，我特别着急，我在医院看你，然后呢我就看你的车子，然后呢这是车钥匙，还给你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魏总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个药。你还好意思回来啊？天地良心，我刚下飞机就听说你住院了，哎呀，我特别着急。你说你，一没老婆，二没女朋友，我体恤你孤苦无依，行李没放我就赶过来看你，我伺候你。伺候也没用，我和老头子对赌1个月的时候你不在，现在知道回来了，晚了。哎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倩儿，请你喝咖啡。哎，你喝果汁，医生说的。我是你监护人，得对你负责任，晓得吧？喂，干嘛呢？住手！光天化日，你们干什么？站好，咱们找地方会合。说，你同伙去哪儿了？你们竟敢偷东西！我已经报警了。
包是我的，你怎么说车也是你的呀？车本来就是我的。对不起，魏先生是吧？误会了。那人偷走你2个包吧？不然呢？我去帮你追回来。警察同志，小偷跑了，我跟着他，你们快来！魏总呢？老魏总让你跟着小魏走，你怎么看人的？快跟我去找。老实待着吧你，搞定。你怎么了？我本来就扭伤了脚，又被他踩了一脚，应该是裂了。啊？哎，你别动啊！我自己可以。哦，你来。你干嘛呀？你这跪着多难看呀！我也没准备压岁钱给你，快起来！来，扶好啊！完蛋了，又迟到了，雷老板非杀了我不可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已经来不及管你了，我给你写一下我的名字。还有电话，如果你真有事的话呢，你就打给我。当然，我希望你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你有病啊！你以为我还想见到你吗？魏总，您没事吧？有事儿。红星星，这是谁啊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好了。实在是对不起，实在是抱歉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小朋友，你先不要哭了，好吧？你放心好，你们洪老师，我一定严肃处理他，好吧？虽然那个洪老师他业务很强哈，你们都晓得的，但是我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是有一定威信的。不如你们先回去等我消息，好吧？啊，请。走了。走吧，放心啊，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吧？啊，好好养伤啊，小朋友别哭了啊！再会啊！洪老师啊，雷老板，跟我来一趟。什么？我不用代课了？雷老板，我错了。你说我哪儿做的不好，我现在就改。星星啊，你不是做的不好，你是做的太好了。雷老板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你还记得你第一份工作是怎么丢的吧？虽然我知道你对工作尽职尽责，但是每份工作有一半时间在公安局配合调查，实在太耽误本职工作了。东西拿出来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有人偷东西。第二份。哎，先生，你还没结账呢。没钱。
田同志，有人吃霸王餐。还让我继续讲吗？可是我在这儿只是教他们最基本的防身术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。你们班上有个男孩子赵小宝，你刚才已经看到了哈。刚才我是怎么把他们哄走的？我是又哭又鼻涕，眼泪一大把把他们哄走了。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？你们班上另一个小女孩子叫钱美美，你倒晓得哈。钱美美，赵小宝与钱美美玩了，然后钱美美就你教她的女子防身术，上山路下山路，左山路右山路。赵小宝是上蹿下跳，然后突然抓住她的衣领子，然后雷老板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没事赵小宝的胳膊都扭伤了。你把这帮小朋友教得太厉害了。雷老板，好了，这个呢是从上个月到现在所有的课时费啊。今天下午的课虽然取消了呢，但是钱我照算了啊，拿着。可我爸……星星啊，叔叔理解你的难处，但是我拜托你，你也能理解你雷叔叔的难处，好吧？乖哦。才2个小时我们就又见面了。虽说你是领导吧，也没有必要为所欲为的住院呐。你图点什么嘞？医生，我的脚什么时候能好？普通人1个星期，你的话嘛，你先留院观察2天吧。不行，医生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。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我有必要对你负责，必须住院。洪星星，你可真是一颗灾星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脚怎么可能会骨裂啊？何止骨裂，那个被抓进警局的小偷可是断了2根肋骨。这是咱们跟着的人拍到的视频，但是抓小偷的地方没有拍到。但是可以确认的是，就是他带着围栏追上的小偷。发到网上刷刷热度，最好让全网的人都能知道这件事儿。他不是害怕丢人吗？这回就让他丢个大的。好嘞。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吗？没有，就一小部分。一小部分是多少人？就1、2个保安。 2、3个保洁大姐，3、4个公司员工。就是他呀！以及4、5个路人。魏总，我跟周总监已经想到了补救的办法。录下来，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是真实发生的，也许它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一场表演，或者是一场排练。叫那个野蛮人来。谁啊？就你捡那个纸条，打电话给他，让他立刻来见我。 您怎么又自己做饭呢？不是说好要叫我帮忙的吗？哎，你的手艺做出来的饭菜啊，我真的吃不下去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人能成。哎，爸，你爸我好歹是从部队里锻炼出来的，胳膊呀粗壮得很，你看，手臂1个顶2。爸，哎，来了。 爸，
袭行动将在8分钟之后开始，所有小组立刻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是。居民通过，注意隐蔽。穆欣欣，竹林险恶，一切小心。收到。2队、3队，继续前进。10月30号下午15点27分，我市某生物制药公司5名职工遭到不法分子的劫持，现已确认，不法分子为躲避追捕，挟持人质，藏匿于景海市巴沙镇17号竹林。我无人机侦查结果与情报一致，人质状况不清，但基本判断无生命危险。血狼突击队解救人质后，带领人质火速撤离。老洪，血狼突击队预计1分钟到达突击地点，请求无人机热成像勘察。批准。微波通信良好，红外制导导弹状态良好。热成像侦察启动，实时传输。洪欣欣，指挥权交给你。平安归队。收到。无人机和侦察员已确认人质被关押在基地大门东南方向的主屋内，室内敌人数量不详。我带1队突击解救人质，2队接应，狙击手自己找位置。竹制结构小心穿透伤害，速战速决，搞定后迅速撤离，不可恋战，是否清楚？清楚。行动。报告首长，任务完成。卧倒！队长，洪队长，快输血！胳膊保不住了，准备截肢。什么时候才能有回信啊？12万美金？唉，距离目标还差50多万，得赶紧找下一份工作了，不然什么时候才能给老洪买上好用的胳膊呀？都怪今天那个人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也许雷老板还不会这么快开除我呢。喂，请问是洪欣欣小姐吗？我是。我们魏总想要见见你。魏总，喝咖啡啦！嘿嘿嘿。哎，魏总，苹果吃吗？梨吃吗？要不我给你洗个香蕉吧？我去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。你也没
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你爸我魏叔他老人家呢托我问你一点有关于吹了2个相亲对象的事儿，对吧？父子同行。杨小姐，杨氏商贸集团的大小姐，听说很有爱心，喜欢小动物。我特别喜欢小马，在我朋友的马场里有3只安达卢西亚小马，我超爱它们的，分别叫它们 Lucy、Andy 和 Mary， 它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。这是什么刺身呀？马肉刺身。大家闺秀就这么被你气跑了？还有这个侯小姐，够了，别说了，我压根儿就没想着相亲。你不想找没关系，我帮你变。完美的魏总必须有一个完美的女朋友，身材高挑，长发飘飘，温柔娴熟。既然老头子想要，那我就给他一个。我太有才了。来，按我说的写。可笑了。写呀。来，写。头发要短，不能过耳，不爱打扮，尤其厌恶一切女性的装扮。双商不限，但是四肢要发达，最好是那种简单直接、举止粗暴。兴趣爱好，琴棋书画的什么太无聊了，最好是那种，拳击、跑酷，还有格斗，还有性格温柔的我不要，我就喜欢那种跟硬刚，碰撞才能产生出爱情的火花。对，就是要那种没人性的。你把我这个一字不落的报给老头子，他只要敢找来，我就敢娶。我刚刚呢给你未来的老婆画了一幅速写的肖像，你要不要观摩学习一下？啊？当当！真心的吧你？好的好的。请问蔚蓝是住在这儿吗？是，您就是洪小姐吧？对，洪欣欣。哦，魏总已经等您很久了，您可以直接进去找他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没人呢？低血糖，医生，这儿有人晕倒了。魏先生，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见面了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想了。你最近疲劳过度，今天又受了伤，身体已经到了临界点，你这样吃不消的啊，你要好好休息。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医生，我会的，我相信你。你怎么来了？魏先生，刚刚是我救了你。哦，谢谢啊。之前误伤了你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但是刚刚我又在浴室救了你，咱俩两清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让我赔钱的话，我觉得不应该。洪小姐，您救我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是吗？你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人从来不推卸责任的。今天这件事儿是由我帮你抓贼而起，但是拳脚不长眼，那你又不能把责任全怪到我头上啊！而且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失业了。放心吧，我不差你那点赔偿金，用不着你赔。那就好。但是，你必须要帮我个忙。过分的不行啊！我再过分也没你过分。
如果有任何媒体或者任何人问起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外聘的武术指导，再向我展示如何制服歹徒，明白了吗？那不行，你这是让我骗人。好，以我现在的情况，我是可以申请赔偿金的，医疗费倒是好说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误工费还真是不知道要赔多少呢。怎么样，成交吗？你让我说是你的武术教练，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得先给我学2招，反正我是不能骗人的。以我现在的情况，你觉得我能跟你学吗？这怎么不能学呀？我在部队的时候比你这惨多了，我还不如照样学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学2招。如果我跟你学了，你就必须答应我所有的条件。哼，你先学会了再说。走吧。首先，拇指外翻，上步转身，顶胯，发力。学会了吗？你试试。拇指外翻，上步转身，顶胯，对吧？对。发力。教练，我学会了，现在可以答应我了吧？魏总，我来跟您确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先出去。不打扰，你说。我是想跟您确认一下，司机的年薪是36万，对吧？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这次你好好给我把把关，不要像上一个司机那样玩忽职守，让我平白无故跟一个暴力女打交道。好的，魏总。魏先生，我想跟您聊2句。我不想跟你聊。您家司机年薪真的有36万呀？你想我雇佣你？我开车技术很好的，跑车、汽车、装甲车、飞机我都会开。谢谢，我已经领教过你的速度与激情了。那，你缺助理或者秘书吗？助理和秘书也不是谁都干得了的，速记、日程安排、管理，你懂多少？你还是好好掂量一下你自己。对了，武术教练呀，你刚刚不是说让我说是你的武术教练吗？你看，我就教了你1招，你就把我给摁倒在地了。那我要是在这儿长期教在你手里，能活那么长时间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更应该刻苦训练。洪小姐，你看你这个是……我再强调一遍，你需要做的是帮我保守秘密，而我给予你的是不向你索赔误工费和医疗费在内的所有费用。刚刚你说过了，只要我跟你学，你就答应。那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交了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？么答应，要么赔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很好，看来你已经明白我什么意思了。门在那边，谢谢。等等，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我这衣服谁给我换的？你刚刚在浴室的时候昏倒了，全身都湿透了，护工给你换的。我还搭了把手。那你全都看到了？看什么呀？那我的肌肉。肌肉？哼，你得先有，我才能看。今天去人才市场碰碰运气，加油！喂，
你好，胡小姐，这里是大通贸易公司，很遗憾的通知您，您的简历未能通过初轮筛选，谢谢。算起来，半年之内我都丢了6份工作了，我真有那么糟吗？唉，什么时候才能给老胡买到好用的一只啊？哼，就这水平，跟我玩跟踪。竟然跟了我2条街，说公了私了？公了怎么说？私了怎么说？公了我自己报警，私了你去自首，2个选择哪个都行。如果2个都不选呢？2个都不选，你看我不打你！哎，请你饶命！啊？聆听。星星姐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。当街乔装跟踪特种兵，你不怕我伤到你啊？反正下次我是不敢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？大学不读了？这不是听说你退役了，过来陪你。油嘴滑舌，说是不是因为没好好念书被人给赶回来了？姐，你也太不了解我了吧！我是拿全奖去的美国 ，GPA 4.0 Final 全班第1，是敢赶我？我只是觉得死读书太无聊了，就休学1年，回来实习，找找人生目标。唉，我的人生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帮你筛选工作。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？看你没精打采，失去生活目标，不是失业还是什么？我找到一个，你看，润氏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，年薪最高40万。年薪40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可以。你听条件啊，会开车，星舰车技怎么样？部队越野赛亚军，蝉联3任。会英语，部队里就给我留级了。会基本防身术。哼，我不用防身，都是别人防我。你看看，这不就是量身定制的吗？哇，40万的年薪要真被我拿到手，老红的胳膊就有着落了。可以啊，小鬼，谢了。红星星，你能别把我当小孩吗？叫我什么？星星姐。星姐，你是不是还单着？你怎么知道？哪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会一个人在街上逛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是。孙秘书，我的留言观察是到今天为止吧？对的，魏总。把时间提前到5点半，我要回一趟公司。这个好像不行。老魏总来了。老魏总。让你当回董事长，没想到才刚就职就住进了医院。谢谢关心。给你找一个能文能武的助理帮帮你吧。不需要。你突然回来是为什么？忘了我们的赌约了吗？
我回来看看你，周遭。未来，以你的情况，还是选个助理吧。为了往我身边派一个探子，连怀柔政策都用上了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您放弃吧，不管您用什么方式往我身边放人，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，不需要。蔚蓝，孩子，你记住，风筝之所以飞得高，那是因为有人牵着那根线，没了那根线，哼，你迟早要栽跟头。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控制我。回你的欧洲去吧。好，你翅膀硬了，你不找助理，你就看着我，怎么让你下台？哼！喂，蔚蓝，董事长出事了。目光望着你背影的方向，看着你心忍不住遐想，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，总多着一份倔强。不曾留下你字这般的逞强，4言2语掩饰过悲伤。何时能卸下所有伪装，不在桌上遗忘，不会再这样。你陪我走的路，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。不想假装我很坚强，你给的星光照亮我的方向，紧紧我的期望。月光一次次去流，跌跌撞撞，人海茫茫，你在我身旁，就不害怕风浪。也许夜很长，我会陪你一起等。晨光。